所有真相都指向最根本的宇宙出厂設定，三法印，諸行無常。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沒有例外。你的想法、情緒、身體、關係，每分每秒都和上一秒不同。諸受皆苦，在一切都會改變的基礎上，只要你想抓着什麼不放，痛苦就來了。因為你想抓的是抓不住的東西。諸法無我，萬物都沒有一個獨立的、不變的核心。你的身體是細胞組成的，思想是由念頭組成的，就像一輛車是零件組成的，找不到一個叫我的單獨零件在開車，一切只是因缘條件的暫時組合。我們活在一層濾鏡裡，看不清楚世界和人生的真實樣子，不如實知。想解脫痛苦，第一步就是拿掉濾鏡，看清真相，如實知。世界就像搭積木，一直在改變，不穩定，不圓滿。我們追求的金錢、感情、健康、成就都無法永恆不變，強求他們永恆本身就是苦的根源。但是貪愛與無知，拼命追求會改變的東西來滿足自己，又錯誤地認為有個不變的我在主宰一切。痛苦是可以停止的，真實存在，不是幻想，就是八正道，一種正確的生活和修行方式。正念就是記得如實覺察當下，不被情緒與習氣牽走，就是如實知道。身念處，知道身體正在做什麼；走路知道在走路；呼吸知道在呼吸。受念處，如實知道感受，舒服不舒服，中性不壓抑，不抓取。心念處，如實看到心的狀態，心急嗎？害怕嗎？想衝動買嗎？法念處，觀察念頭、情緒背後的運作法則。貪生起了，恐懼在帶動我，習慣模式又來了。故事一：鑽石商人與波動的市場。古老的印度有一位技藝精湛的鑽石商人，名叫蘇利亞。他的眼光如鷹隼般銳利，能從原石中看出隱藏的瑰寶。他依靠這門手藝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然而蘇利亞有一個弱點，他極度恐懼失去。每當他買下一顆昂貴的原石，在切割前的夜晚，他都會辗轉反側，腦中充滿可怕的想象。如果裡面是空的怎麼辦？如果裂了怎麼辦？這種恐懼常常讓他在最後關頭將大有潛力的原石以微薄的利潤匆匆轉手，事後又懊悔不已。一天，城裡來了一位智者。蘇利亞聽說這位智者能教人看見事物真實的樣子，便帶着苦惱前去拜訪。智者沒有談論鑽石，而是給了他一項奇怪的任務：從今天起，每當你得到一顆原石，不要急著評估它的價值，請你每天花一盏茶的時間，只是靜靜地看着它，觀察它在晨光、午陽、燭火下顏色的細微變化，感受它在你手中的重量與溫度。注意你看住它時，心裡升起的每一個念頭和身體的每一絲緊繃，只是觀察，不做任何決定。蘇利亞將信將疑地照做了。第一顆原石，當他靜靜觀察時，發現自己的手心在出汗，心跳很快。他注意到腦中不斷冒出这顆太貴了，會賠錢的聲音，但他按照智者的話，只是看住這一切發生，像看街上的行人一樣。奇妙的是，當他不去壓制或跟隨這些念头時，他們像雲一樣飄來了，又飄走了。最終，他在平靜中做出了切割的決定，獲得了豐厚的利潤。第二顆原石，這次他觀察到一種強烈的貪婪和興奮，這顆一定價值連城，我要發財了。他感覺身體發熱，甚至已經在想象購買豪宅。因為只是觀察，他看到了這股貪婪如何蒙蔽了他的眼睛，讓他忽略了石頭一側細微的裂痕。他沒有在興奮中出高價，而是選擇放棄。後來得知，那顆原石果然有重大瑕疵。日復一日，蘇利亞練習着，他不再僅僅是評估鑽石的商人，他成了觀察評估過程本身的覺知者。關鍵的一刻發生在市場崩潰那天。傳言說新礦脈被發現，鑽石即將大幅貶值，市場陷入恐慌，
人人拋售。蘇利亞看住自己庫存的原石，巨大的恐懼瞬間攫住了他，和過去一模一樣。但這次，多年的練習發生了作用，在恐懼的風暴中心，他覺知到身體、胃部緊縮，呼吸急促，情緒，這是恐懼，一種熟悉的灼熱感。念頭，完了，我要破產了，快賣掉一切。他沒有立刻衝向市場，而是點了一盞油燈，坐下來，如實地看住這顆恐懼的原石。他看住恐懼的浪潮拍打上來，又退下去。在念頭的间隙中，他的專業知識浮現了。我這些是高品質的彩鑽，與新礦脈的普通鑽石不同，稀缺性不會改變。他沒有被恐懼欺騙，也沒有被樂觀說服，他只是看清了市場的現狀，新礦脈是事實，也看清了自己內心的反應，恐懼是情緒。最終，他做出了違背整個市場情緒的決定，按兵不動，甚至悄悄收購了幾顆被賤賣的極品。1年後，傳言被證實誇大，彩鑽價格不僅回升，還因稀缺創下新高。蘇利亞的財富與聲望達到了頂峰，智者前來祝賀他。蘇利亞恭敬地說：“您教我的不是點石成金的魔法，而是點醒自己的智慧。我學會了不在恐懼中切割，也不在貪婪中出價。我學會了與市場共處，但不被它淹沒。”智者微笑：“你終於明白了，市場的波動如同你心念的波動，你能覺知自心的無常、起伏變化與無我無法控制，便能看透市場表象的無常與虛幻。這不是控制市場，而是解脫於它對你的控制。這就是如實知的智慧。”佛陀的正念不是讓你變成預測未來的先知，而是讓你成為自己內心世界的先知。當你能清醒地覺察內在的風暴，外界的風暴就無法再輕易吹翻你的船。你知道風暴會來，也會走，而你穩穩掌着舵，紀律，朝住自己的航線、投資計劃前進。故事2：看見的孩子。在雪山腳下住着一個小村子，村子裡有個孩子叫阿念。阿念有一個奇怪的能力，他能夠看見自己的心在做什么，不是每時候都看見，只有在他停一下的時候，那個畫面就會像水面變清一樣浮現。第一次看見，被情緒推着跑，阿念正在趕路，突然颳起大風，他急住往前衝，心裡也慌成一團。就在那一瞬間，他突然看見，原來不是風在推他，是他的心在推他跑。風只是風，真正讓他慌張的是心裡那股急。他愣住了，停一下，那股慌張就像被看見的影子，慢慢变淡。這是他第一次體會到，原來只要看到心在做什麼，那股力量就不再奴役我。第二次看見，渴望讓人冒險。在河邊，河水漲得快，有一個金光閃閃的果實飄在水中央。阿念很想去拿，心裡一個聲音一直推：快，機會難得。但就在他踏入水裡之前，那個奇特的能力又打開了。他看見自己的心像一隻小猴子，眼睛亮亮的，不停跳，拉着他往前跑。他笑了，不是嘲笑那隻猴子，而是看懂，原來我不是非拿不可，是心裡的猴子在鬧。看見的當下，慾望不見了，金果依然在水中，但他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寶。他轉身離開時，心是安穩的。第三次看見，恐懼比事實更大。晚上回家的路上，一條黑影突然出現，阿念嚇得倒退，以為是狼。這時那個畫面又浮現了，他看見自己的心變得巨大，黑暗像放大鏡把恐懼放得比山還大。他深呼吸一下，再看那黑影，原來只是棵樹。他明白了，心會把恐懼放大，但事實本身常常小得多。後來佛陀路過村子，阿念向他請問：世尊，為什麼我只要看見，心就不再亂帶着我跑？佛陀微笑：因為正念就是知道自己正在被什麼牽動，當光亮起來，黑暗自然退去。
不需打鬥，也不需壓抑。阿念問：那什麼是修行？佛陀說：修行就是練習多看見幾次。故事回到投資，正念是看到，現在不是行情急，是我的心在急。看到不是股票危險，是恐懼在放大。看到不是要衝動行動，是習慣在拉着我。當你看見時，那力量就鬆開了，你回到紀律，回到規則，回到清楚，這就是正念。正念不是神秘的力量，正念是如實清楚看見。看到後，心自然變得自由，自由後，行為自然穩定，穩定後，紀律才真正能落地。正念不是壓抑情緒，而是照亮情緒。